大家好，我是 Ethan。好像我也没有断更太久达芬奇嘛，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上次更新是什么时候？21年11月份，3年了。那个时候还没，我找个道具啊。上次录教程还没他呢，我的妈呀，多少年了？你们看一下这小伙子现在长多大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嗨。Hello， 哎，对了 ，Hello，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久违的达芬奇。上次录视频，我记得达芬奇还是17版本，现在我们直接跳过18版本，讲到19版本。那今天讲19版本里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工具，就是新加的这个切片。你看那边，是不是你？你是不是在那边？嘿嘿，好了，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开始今天的教学。那我现在录教程的版本呢是 DaVinci Studio 19.0.3 Build 5。那调色面板这19版本呢，它多了一个这个功能啊，叫做色轮6矢量切片调色器。那我今天这教程就简称它为切片工具。好，那这个切片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面板里面，它上面有一排参数，那这个我们等一下讲。那下面呢，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哎，有色相，有明亮度，往高拉就是变暗，往低拉就是变亮，然后还有饱和度，往高拉是饱和度增高，往低拉是饱和度降低。上面是你要调整的色相，除了正常的6个颜色之外，它还多了一个肤色。然后这里是它的在色轮上的选区，除了因为肤色之外，红和黄的区间并不是一个特别标准的1/3的空间，其他的像绿、青、蓝、品红基本上都占2格，就是整个色轮的1/3。调整的权重就会以中间这条高亮的线为中心，向左右慢慢的减少。那中心呢，就是以这个参数来调整它中间这根高亮线的位置。那默认情况下就是在它的标准位置上。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哎，这个不就是 HSL 吗？没错，我之前一开始看到这个工具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它只是一个单纯的 HSL 的调色的话，其实我在曲线里面也能做到，再配合上限定器也是可以做到一些功能的。那我就在想说，它为什么要多出一个这样的功能呢？说实话，如果我对于曲线和限定器或者蜘蛛网，也就是色彩扭曲器比较了解的话，乍一看下来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新意、特别让我感觉到惊喜的一个工具。而相比于之前16版本升级17版本时候多的蜘蛛网啊，这些很多新的功能，惊喜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但是我后来慢慢的研究发现，其实它这个工具其实并不像我理解的那么简单。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比较深度的来挖掘一下它到底和传统的 HSL 调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先讲这下面这些分色相的面板。首先这个左上角这个图标就突出显示，那基本上就是说你 hold 住你鼠标，你就可以看到说，哦，我现在这个色相选区会影响到哪些像素。显色灰色的地方就是不影响的部分，显色有颜色的地方就是会影响的部分。那皮肤也是一样，黄色、绿色，那每个都是一样的。那但如果你不想 hold 住鼠标才能看见，你想一直看见的话，你就点击预览图标左上角这个突出显示，把激活起来之后，你再点各个小的突出显示，在这个面板里面就会长时间的来显示它的选区了。那这边呢，这个就是重置。那比如说我调一些参数，我随便调一些参数，好，然后我摁鼠标，它就4个参数全部重置。那比如说你想单独重置某一个参数的话，中心和色相你就双击它们的名字，下面这个亮度和饱和度你就双击它们的图标，就可以实现重置某一个单独的参数。然后这些参数你就可以手动输入你想要的效果。那之所以我在用了它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它和传统的 HSL 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它操作起来的底层逻辑是不太一样的。我用简单一点的话说，就是它比较的克制，比较有分寸感。它感觉加入了一些人类的判断，而不是单纯的很理性的纸面上的参数。那后面我会带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它是克制的。这个工具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下面这几个分色相来调节的区域，而是这上面这一排密度、深度、饱和度、平衡、饱和度、深度和色相。相信如果大家并没有之前有接触过这个工具，或者你接触过一段时间之后，你没有深度的了解它的话，这6个参数你可能只能看得懂饱和度和色相，其他密度、深度、饱和度、平衡、饱和度、深度是不是一头雾水？
没错，这4个东西也就是我当时在背这节课的时候，我花了比较久的时间去研究，因为我一开始我也看不懂这个，然后我在油管上面搜教程，说实话那些教程的解释，他们说了一个定义但是我说实话我没听懂，所以我今天尽量用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4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首先密度，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如果另外其他参数都不调的话，我只调密度会发生什么？对，就是变黑，对吧？整个画面变暗。好，那我之所以说它是克制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我做的一个3个不同饱和度，但是它们亮度是一样的3个色块。大家看我波形图。好，这3个色块基本上我已经把它调成亮度是一样的，在一条线上了。然后为了更直观的来证明的话，那我先在色轮里面把饱和度拉没。好，大家看到我饱和度没了之后，是不是这3个色块它就几乎你看不到边界了嘛，对不对？因为它们在示波器上是一样亮的，它们有着一样的亮度，但是不一样的饱和度。所以我拉一下这个效果给大家看一下会怎么样。我先在这个节点之前建一个，必须要在之前，后面这个饱和度的节点我只是当做一个参考节点。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饱和度没有降低的节点上操作，我把它降低，往大了拉就是降低。那大家有没有看到一样明度的东西，但是因为它们饱和度不一样，我在拉这个密度的时候它们都变暗了，可是它们变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把饱和度这个节点隐藏掉，那大家看到原来的节点中间这个色块饱和度是最高的，其次是左边这个色块，再来饱和度最低是右边这个色块。所以呢，当我降低这个密度的时候，大家看示波器里面饱和度最高的它的亮度是减少最多的，其次就是左边这个色块，亮度减少最少的就是右边这个色块。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降低亮度的程度是基于饱和度的高低来决定的。饱和度越高的像素，降低的亮度会越多。那反之，饱和度最低的像素，降低的亮度就越少。所以它是基于饱和度调整亮度的工具。注意，它是调整亮度的工具，并不是调整饱和度的工具。那反之，如果我把它往负数调的话，它就会变亮一些。可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变亮的空间极其的有限？我从0调到-1，大家看我的示波器几乎没有什么变亮的改变，但是变暗。中间那个变得还蛮多的，哪怕饱和度最低的右边这个色块，它的变暗的幅度也比变亮的幅度来得大。那我这里做了一个色彩渐变的色块，从饱和度比较高的红色到饱和度几乎没有的红色，但是它们有着不一样的亮度色阶。我在这里调整它的暗度，大家可以看，对吧？示波器最左边变化的值比最右边要调整的要多。而且注意看，密度这边1是极限，我把它拉到最大之后，我的这个色块它仍然是有中间的边界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它是一个很有分寸感的一个工具，这就是我说它为什么和其他 HSL 不一样的地方，它不容易翻车。在某种层面上它是不容易翻车，我之后会讲什么时候会翻车。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可以保留住色彩之间的反差的，不会出现糊成一团的状况，所以它会针对不同饱和度的像素来有一个动态的调整的极限在那边，不会翻车，所以这个是它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回过来，为什么我这个案例我把它往负数变化，它并不会让我调整太多呢？好，我生成一个彩条在这边，来大家看一下，比如说以这个黄色为例好了，那这个彩条上有一个很亮的黄色，有一个中等偏暗的黄色，饱和度比较低，还有一个是很低的饱和度，但是它比较偏亮。我直接调黄色这一栏，降低它的密度，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我这个黄色密度往负了调，就是变亮嘛，对不对？大家仔细看，这2个饱和度比较低的黄色，它的变化是还比较明显的，对吧？大家从这个示波器上也可以看得到，我这2个黄色，包括这个有一点黄绿，它因为也有点黄，所以会被影响到。它们的变化其实蛮大的，可是大家看这上面这一个很亮、饱和度很高的黄色，它是完全不受影响的。变暗它会变，但是变亮它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色的亮度已经在这个工具觉得它的亮度已经到了它觉得是极限了，再往高了走，就是意思就是说再往变得亮，它没地方变了，那它就不会去调整它了。所以它是一个有不能说针对性，但是是有一个知道一个边界在哪，会根据它不同的饱和度或者亮度的范围来决定它是否会随着这个参数调整而变化。如果我们进入到传统的曲线工具，那像这里就是色相和亮度的调整嘛，那我们就找到色相对亮度这里。那比如说黄色 OK， 我这里调，大家可以看右下角示波器，黄色那2个比较暗的饱和度比较低的色块，它的黄色也在变，对吧？它亮度也在变，
但是最上面这个它也是会变。那上面这个变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就是 HSR 的色彩空间，它是一个越亮饱和度就越低的一个像纺锤一样的形状。当我这个亮度超出一定的值的时候，它的饱和度就会被压得很多。所以大家看最亮的这个黄色的条，它确实是有随之改变，对吧？从原来的大概91%、92%的位置，我可以把它提到98%的位置。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饱和度就已经变得非常淡了，因为它在纺锤的很高的位置，那个色轮的饱和度空间变得很小。所以等于说它在我们传统的曲线工具上，你要是加到最亮，它最后会变成一个很接近白色的东西，那大家就看不出来它原来是黄色的东西了。那这个就没有分寸感，你因为本来黄色的东西，你最后调出来变白色，这不对啊，对不对？但是切片它是可以在一个不翻车的范围内帮你做一些有针对性的限制的。你看我现在我增加亮度，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黄色和这个黄色在很自然的状况下被增加亮度，而原来已经基本上到了它这个工具觉得是极限的色块是不会变的。等于说最后保留下来的，它们仍然存在着色彩对比关系，对吧？它们的饱和度亮度还是有差，但是呢，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哦，这是3个不同状态的黄色，而不是像刚刚那个曲线一样，最上面那个都已经变白色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就会觉得有的时候我调一些参数，感觉它变化没有很大，就是因为达芬奇在帮你已经设置了一些它的调整的极限在哪了，它不会再调整，再调整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视觉上的感受了。所以无论你怎么调整，不同的色彩像素上，它们这个分界线是不会消失的，对吧？你看我怎么调整，很难会发现说，哎，中间哪一个色块中间这条分界线没掉的。那这个等于说你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的去拉参数，不用怕说有一些失真的状态会出现。OK，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密度深度这个东西，你乍眼一看字你都认识，但是它是干什么用的？一头雾水。我当时看这个的时候也是这样，什么叫密度的深度？那我能够推算出来，因为我们这前面调的这个明亮度叫密度嘛，所以密度深度肯定是服务于这个密度这个参数的一个辅助参数。当我这个密度这边调整是0的时候，大家看我调这个密度深度它是完全没有变化的。OK，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前后的区别。比如说现在我正常往右边拉边按，好，它变暗成这样。那我密度深度我往右拉也可以调到1，往左拉变回0的时候它是变最暗的，但是呢我又往负数拉它又变亮了。大家看我右下角这示波器，负数0正数，它会变成一个0的时候反而是效果最好的时候，无论是正数还是负数它效果都一般，但是负数和正数会出现不一样的最终结果，就示波器它这3个值高度最后是不一样的，降低起来的一个参数，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线性参数。底层逻辑是什么呢？那我研究之后我发现说它是一个权重，它这个密度这个参数它不是基于饱和度的高低进行有针对性的亮度调节嘛，所以它的底层逻辑是根据饱和度来决定的。那密度深度就是说电脑如何去定义饱和度高和低。好，那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说一下。那假设我们的画面里面现在有0到100，所有的饱和度这个画面里都有。那当我这个密度深度为0的时候，所有0到100饱和度的像素都会被采样到。饱和度高的像素可能效果更多，饱和度低的效果更少，但是多少都会有。但是呢，当我把密度深度往右调，也就是正数的时候，它的调整权重呢就会更偏向于高饱和度的东西。那也就是说低饱和度的东西可能会被排除在外，或者说是影响会被减少蛮多的。意思就是说数字越往1靠，它的影响权重会更倾向于高饱和度的像素。那反之，当它变成负数的话，它的权重就会更往低饱和度的像素去靠。那高饱和度像素也会影响到，但是呢，影响的权重相对于0来说就会少很多。这个就是密度深度和密度的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也是一个色块，它的色块呢和这个比，它们的明亮度差别不一样，饱和度差别更大，所以更好举例。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画面里面还是一样，中间这个饱和度是最高的，那相较来说左右2个色块饱和度会低一点。好，那我们现在先用默认情况下深度是0，我们来测试一下，对吧？大家可以看到3个色块都有降低，但是和刚刚差不多，就是中间饱和度最高的这个色块是亮度是降低最多的。我现在把这个深度调成1，那也就是说现在影响的权重会更偏向于高饱和度的像素。那现在大家看，可以看到吗？我在调整密度的时候，中间这个色块变化是很多的，而左右2个色块我可以从示波器上看到，对吧？大家可以看示波器上，确实示波器上有上下抖动，但是你只是看屏幕的话，
它们的变化相对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对吧？你肉眼上很难注意到它们有变暗。好，那我们再把它这个深度变成往-1走，那-1就是会相对来说影响更多中低饱和度的东西，高饱和度的东西相对来说影响不是很大。那现在看调暗调亮，无论示波器还是你看那个预览图，肉眼上明显可以感觉到现在变暗变亮的像素只有左右两边，对吧？中间这个你看示波器上有可能1%的调整，但是你肉眼上看监视器里的画面明显是左右两个色块变化量是更大的，所以这两个大家应该有概念了。那下一个就是饱和度，这个饱和度我其实是比色轮里面的这个饱和度我更喜欢。大家看为什么大家看这个色阶，这个色阶相比于刚刚这个色阶我饱和度高一点，我尽量已经做到就是大家看高饱和度这边，尤其是最左边的这3个色块。它中间的分界线已经很不明显了，对吧？可能大家平台2压看过之后应该会更不明显，但是我现在实际上它还是能看到分界线的。你看示波器里面它们还是有明暗差别的，对吧？那我如果用色轮里面的饱和度把它直接拉高，大家看发生了什么？无论是你肉眼上看屏幕还是右下角看示波器，它们都变成一条线了，也就是说动态范围缺失了，对吧？你原来明明是3个不同的色阶，通过饱和度调整之后翻车了，它没有细节了，3个颜色都糊到了一起。我一开始说了这个切片工具它是有分寸感的，那我现在调一下切片工具里的饱和度，大家有看到什么吗？就是我调饱和度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发现说，哪个色块中间的分界线会消失。这里确实是好像消失了一点，可是我在示波器上看，它们也就是很接近而已，并没有完全的重叠在一起。而且大家看这个曲线，它在调到饱和度极限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位置吧，它才调到了 1.64， 它最高是2嘛。我调到2的时候，大家看这个示波器高饱和度东西，它会先停住，看到没有？最左边的这个最高饱和度像素到大概21的时候，22的时候它就停住了，我继续加它不动了。好，加第2个的时候也是，它会，你看每一个饱和度的色块它都有自己独立的极限。我调到2的时候，它们这里色阶的关系仍然，虽然说可能明度关系已经不太对了，但是视觉上来说，它们的色彩对比仍然有被保留下来，没有叠在一起，没有损失掉动态范围，对吧？可能动态范围确实被压缩了，因为色空间的极限就在这边，你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极限，但是它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让你保留下了这些明暗关系的差别，不会糊在一块。哪怕你是饱和度战士，你想叠个好几个节点，大家看我现在这个第1个节点饱和度已经到满了嘛，2，我再加一个节点，我再加饱和度，再加一个节点，再加饱和度，大家看，就是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超级极限的饱和度战士了，但是仍然大家会看到每个色块它原来的边界都在那边。虽然说随着饱和度调整，它明暗关系也会做出一些对应的调整，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示波器原来是阶梯状的示波器，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原来的样子了。但是针对保留细节的调饱和度来说，它已经做到一个我觉得很舒服的程度了，我没有办法挑剔什么。在很高饱和度状况下，它还可以比较感性的帮你分出这些色彩的边界，我觉得已经很牛了。你看我如果这3个节点全部用色轮的饱和度加，第1个节点就已经消失了4个，肉眼上看是消失了4个分界线了嘛，我第2个节点再加，第3个节点再加，我现在在我这画面里，我肉眼只能看到4个色块。那你想一下，如果这个换作是你拍的素材，你在这一系列操作之后，你会损失掉多少细节？这里全都糊成一个颜色了。所以它和色轮上的饱和度比，色轮的饱和度就是简单的乘法计算。我如果从50变成100，原来50%的饱和度会变成100%，70%的饱和度本来理论上会变到140%，但是因为它极限就是100%了，所以无论是50还是70的饱和度，它最后调到100的时候，它们都会变成同一个位置的饱和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会翻车会失真，而这个饱和度它就是一个克制的有分寸感的，不会让你很容易失真翻车的一个饱和度调整。但是它并不是绝对的理性，它会有自己的判断，在保留视觉细节的方面，它确实比色轮上的饱和度我觉得要好用。那我们现在讲一下饱和度平衡，顾名思义，它也是服务于饱和度这个参数。我现在饱和度是默认1的时候，我调这个参数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是我默认情况下我调饱和度，因为示波器它只展示的是亮度，所以其实我调饱和度的时候，大家应该看的是矢量图，对吧？你看矢量图，我调饱和度的时候，矢量图都是有变化的。我为什么要在这边展示波形图呢？是因为在调饱和度的时候，为了不失真，电脑也会把亮度随之计算上去。你如果只变饱和度不变亮度的话，视觉上很不舒服。所以呢，它这边调整饱和度的时候，它的示波器上的亮度也会随之发生调整。那毕竟随之带来的亮度调整是电脑自己理解的，它可能不是完全你要的最后的效果，因为有的时候
你这样子调整饱和度有可能会造成对比度的降低。所以这个就是饱和度平衡来操控的东西。饱和度平衡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对比度的微调，在你调整了饱和度之后。那我切换到分量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红色色阶。那我默认情况下我调整饱和度，大家可以看到分量图大家会看嘛？题外话啊，这个最左边这个是亮度，从左往右后面分别就是红绿蓝3个通道上面各自的分量图的分布。每一个像素它都是由 RGB 3个通道组成的，所以它一定是有对应的 RGB 上的分量图读数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如果用示波器，示波器是3个点里面勾选了显示限定器的焦点环或者线，我现在把我的鼠标变成限定器，然后我把鼠标放上去，大家可以看到对应的每一个通道的位置它都会圈出来。那现在因为我是红色色阶，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我的红色通道是长这个样子的，和绿色通道、蓝色通道不太一样。你能看出来有颜色，就代表 RGB 3个通道肯定会有至少一个是不一样的。如果3个都一样的话，那它就是灰阶，黑到白。这个基础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吧？我如果把饱和度降低，那现在是灰阶，所以它们3个通道都是一模一样的。3个通道差别越大，就代表它饱和度越大。所以你看现在我慢慢的饱和度拉回来，大家看我因为是红色的色阶，所以你看这个差别就在慢慢的拉大，对吧？绿蓝通道都往下走，红色通道往上走。那当我在这里调整饱和度的时候，现在饱和度平衡还是0哈。当我调这个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红绿蓝3个通道，我把亮度通道隐藏起来好了。我的红绿蓝3个通道其实都有变化，虽然它们变化的方式不一样吧，但是都有变化，对吧？那当我把这个饱和度平衡降到-1的时候，大家看这3个通道，主导的颜色通道它就不变了。我所谓的主导就是更高嘛，在示波器上更高的通道就会反映出对应的颜色。如果高的是一个通道，另外2个通道是一样的话，那像现在这里就是反映红色。那如果你要让它变成红和绿之间的黄色，那等于说你看现在主导通道是红和绿通道，因为红加绿变黄嘛，所以现在视觉上画面里面显示的是黄色。现在饱和度平衡我设置成-1最小值，现在红绿通道它们是一样高的，都算是主导通道，所以它们在调节饱和度的时候是不会变化的。那如果我现在的色相并不是那种绝对的黄，而是橙色 ，OK， 那橙色的话就意味着我红通道是最高，绿通道其实是第2的，蓝通道是最低。那这种状况下，它的通道调整也是有差的。你看最低的那个通道就是蓝通道，变化是最大的，其次绿通道变化是中等的，而最高的那个主导红通道还是不变。那我现在用同样的色阶，但是呢我把一部分换成了蓝色，所以大家从分量图上可以看到，就是在左边是蓝色，所以左边这边蓝色通道是最高的，处于主导，右边这边是红色，所以右边的红色通道处于主导。那这种状况下大家可以看，我如果把色彩平衡变成-1的话，那再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是吧？你看最高的通道主导通道，无论它是蓝还是红，它都不会变化，所以它保护的是主导通道，而不是说单独某一个通道。那这个是它变化的逻辑嘛？那它这个到底视觉上是为了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啊，就比如说现在我在最低的时候，我把它拉高，最高的这个主导通道它是不变的。那当我慢慢的把它从-1拉到1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最高的这个通道它被赋予了一个 S 曲线？那 S 曲线是什么？是增加对比度，对吧？大家看这个画面里面的对比，比如说今天 OK 我默认情况下是0嘛，我把饱和度调整了，调高了 OK， 我会觉得说这个饱和度调整之后带来的亮度变化造成的对比度我不是很满意 OK， 那我就通过饱和度平衡，我觉得它对比度不够，我就把它往右边拉。那视觉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它的分界线会越来越明显，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它加了个 S 曲线上去，所以对比度也会增加。但是它说实话也没有加的特别多，也是那种有分寸感的添加。而且你看我加多了一点之后，原来有一些肉眼上可能快糊在一起的这个色彩边界它也出来一些了。所以这个就是服务于这个饱和度这个参数的对比度微调，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哦，它并不是说对比度越高就越好，这个东西完全是看你的调色的标准，有的时候对比还会太高，你要低一点也没问题。好，那我们下来看一下饱和度深度，那这里深度和密度深度都有深度，所以它的逻辑也是和密度是一样的。那不一样的就是说密度深度它是针对不同的饱和度来调整亮度嘛，那这边呢就是说针对不同的饱和度来调整饱和度，对，有点像曲线工具里面的这上面的原来叫 versus 现在叫饱和度对饱和度。那这个地方就是告诉电脑说我要调整的权重是更倾向于高饱和东西还是低饱和东西。那比如说现在我想更多改的是低饱和东西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往负数减嘛，那等于说我减到负数之后，现在调整饱和度的权重会偏向于低饱和度的像素，高饱和度像素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那么多。OK， 我现在
切换到矢量图给大家看，会更直观一点。矢量图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就看我认识矢量图那期，越靠中心饱和度越低，越靠边缘饱和度越高。所以现在是一个色阶嘛，它的分布是很均匀的，每一个色块以不同饱和度来展示。最靠近中心的就是最右边这个，最靠近边缘的就是最左边这个饱和度最高的。默认状况下，我其他参数不变，我只调整饱和度。大家看到吗？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像素都会随之改变，但是因为它是有克制的嘛，所以我调到最高，它们仍然点的位置还是有差别，不会堆到一起去。那当我把这个深度调成最低，比如说-1的时候，逻辑上来说，它会影响的像素只是倾向于低饱和度的东西，高饱和度的东西相对来说调整没那么多，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再来调整这个饱和度，那现在这个就很明显了嘛，大家在示波器上也可以看到，就是我高饱和度的那几个像素有动，但是动的程度没有低饱和度的像素来得多，低饱和度像素明显变化的量比较大。哪怕现在我把饱和度直接拉到0最低，在这个-1的时候，它影响更多是低饱和度嘛，所以你看我高饱和度东西饱和度还是很高，没有什么变化。你看现在我如果把深度改成默认0的话，就都没了，它的权重是在所有像素上都有。然后现在反之，另外一边调到1，那就等于说它现在调整的是偏高饱和度的像素的饱和度，所以我现在降低饱和度，大家看是不是我的高饱和度的像素变化的明显比低饱和度的像素要夸张，它还是有分寸感。你看我调到最低的0的时候，它仍然还是有一定的颜色的，因为如果都没颜色的话，这几个矢量图上的点就会堆到一起去，完全没有饱和度上的差别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整个切片工具，它在分寸感上做的特别的好，你仍然会看到色彩之间的分界线的存在，细节的存在。还有一个注意就是说呢，它这里的深度包括平衡还有这个饱和度深度这3个参数吧，它不光只服务于这上面的这个密度和饱和度，对应的这下面的密度和饱和度调整，它也会受到这几个参数的影响，所以这个注意一下。那这个色相呢，就是传统的色相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它就是改色相嘛。OK， 那在实际操作里面呢，这里有一个霓虹灯光素材。我如果以前想增加饱和度，那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在色轮里面增加饱和度嘛。那大家看我现在如果增加饱和度，大家仔细看我头发的这个地方吧，糊在一起了，对吧？和背景完全看不到细节了。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头发上还能看到一些头发丝和背景的区别也还是存在，边界都看得到。但是我激活一下这个饱和度增加的工具，那这个就是我说的原来饱和度，它是一个太理性、很简单的乘法计算，它不会考虑到保留细节这种分寸感。如果用切片来增加饱和度，它的调整的量肯定不会像这个饱和度一样那么的夸张。你看我现在调整饱和度，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头发这边饱和度很高了，它调整的其实是中低饱和度的地方，它保留了高饱和度的像素的一些细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确实，如果你单论视觉上的效果，明显这个色轮的饱和度，你会发现，哎呀，它真的是饱和度加了很多，画面变得鲜艳了非常多。可是这个东西经不起细看，但是呢，这个饱和度它是经得起细看的，你放大看这些头发丝的细节其实都还在的。那虽然说它可能因为设置了不同的极限，它没有办法做到像色轮那样子把画面变得极其的鲜艳，但是调整下来画面不是特别的失真。你看我无论加多少个节点上去，每一个切片这边饱和度都加到2，也就是最大的量，它不会因为我叠了好几层节点而变得翻车。那比如说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它这个素材我已经做了一定的还原，对，这个第一个节点只是还原节点，不用管它。那从第2个节点开始，我如果用的是色轮给它加上去，有点奇怪，对吧？在自然界里面的东西不会有这么高的饱和度，不像刚刚霓虹灯管是人造物，这个自然界里面的植物饱和度不可能到这种程度。我给它加这个饱和度，切片饱和度，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啊，确实还是有点高，怎么办呢 ？OK， 我调深度，我不想让高饱和度的东西改太多，我只调低饱和度的东西，那我就把深度降低。OK， 那现在我改的就是一些比较低的饱和度的地方，高饱和度的地方不怎么变，这个也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地方。OK， 那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工具，我觉得它并不是可以值得被100%信任的一些地方。首先就是这个肤色的选择。那大家看我现在这个素材，我第一个节点是还原节点，这个节点就不管它。这个节点是降噪节点，我先暂时不降噪。我假设现在我就直接开始做肤色调整好了。我现在比如说我想把肤色压暗一点点 ，OK， 我就这样压暗。OK， 那现在大家可以非常一瞬间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这里发生了什么东西，我的肤色翻车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工具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的地方。我如果用这个突出显示来显示我肤色选区的话，大家看到这里噪点非常多，
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现在这个原素材它本身就是一个有噪点的。你看，我现在先把这个调整肤色这个隐藏起来，大家放大看，它本身这个素材就并不是很干净，它的噪点说实话蛮多的，而且是彩噪。你看肤色的阴影那个地方，所以本身如果你的画面噪点蛮多的话，它这个里面的调节会很夸张，无论是饱和度调整还是密度，也就是亮度调整，这个翻车率会非常高，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它有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我会建议说，如果你遇到这种问题，你仍然要用这个工具操作的话，一定要做降噪。那我现在把我的降噪的这个节点激活起来，现在虽然说看起来损失掉了一些细节吧，但是至少画面噪点消失了。那现在我在调整这个明暗度、饱和度那就好很多了，对吧？这个工具一定要考虑到噪点的因素。还有一个我觉得能够改进的地方呢，就是我觉得这里可以把皮肤的这一栏做成可被激活、可被取消的一个可选的栏，因为不是所有的画面都有肤色的。当一个没有肤色的画面出现比较暖色的时候，我的红和黄的选区就不太对了。大家可以看到吗？因为我肤色存在，我红的区域其实是从品红到肤色，黄的区域是从肤色到绿，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应该是从红到绿，然后红色这边应该是黄到品红。所以我觉得肤色这一块，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激活和禁用的开关，我觉得会更人性化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噪点吧，它并没有一个像限定器里面的降噪功能。限定器里面它是有一个降噪功能的，其实就是你选了某一个色相之后，你觉得选区的噪点很多，你可以用降噪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可是大家看我选定的这些地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噪点，可是它这里就没有一个降噪的功能。所以大家用切片工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考虑一下噪点的问题，该做降噪做降噪。好，今天这期讲19版本达芬奇的切片工具就到这里了，所以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细致一点的了解到这个工具的参数和一些底层逻辑吧。说实话，这个工具还有可以进步的地方，但是蛮有意思的。和之前的 HSL 工具相比的话，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在。确实最近更新的频率很低，我也知道，我还是不会完全停更了，但是确实孩子还小，精力要放在家庭频道工作，确实是有点分身乏术，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今天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我们的 Q 教育群在视频简介里面，欢迎加入讨论，有空来做。